小姐姐在野外就回了一只河狸宝宝，刚出生不久的小河狸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只能用针管耐心投喂这个没断奶的小家伙。吃饱喝足后，就乖巧地躺在小姐姐怀中睡觉。小河狸不仅特别亲人，还非常的有灵性，每次睡觉前还知道要拖着专属的小毯子，走起路来滑稽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当初小姐姐是在河边草丛里发现的它，当时小河狸孤单一人，状态也不是很好。小姐姐等了半天都没见河狸父母过来认领孩子，于是心生怜悯，便将他带回家照顾。刚开始小家伙还特别的怕生，整天就待在笼子里不停地搓着身体，没想到小年纪就这么爱干净。经过一段时间与小姐姐的朝夕相处后，小河狸也彻底爱上了眼前的人类，甚至还把小姐姐当成亲生父母般的存在，像个小跟屁虫似的，每天屁颠屁颠跟着小姐姐，无论小姐姐走到哪里，她就会寸步不离跟到哪里，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小妖精。而小姐姐对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也是百般宠溺。考虑到河狸本就生活在河边，天生爱水，于是小姐姐经常将它放在水盆里玩耍，还抽时间带小河狸去户外探索大自然，从而磨练它的胆量。就连睡觉的笼子里都配备了专属小窝，甚至还放了个小吊床供小河狸享受。不得不说，小姐姐对它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，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合格的超级奶妈。可这家伙的生长速度出奇的快，此时胖嘟嘟的身体站起来像是只土拨鼠。其实小河狸平日里的食谱也很简单营养，一些植物嫩枝叶和新鲜的蔬菜就能满足需求。小河狸每次都抱着食物吃得非常香甜，可见光吃素的也并不耽误长肉。伴随着小河狸越长越大，变得越发调皮，为了消磨这家伙旺盛的精力，小姐姐买来各种小球球以及玩具给她。起初小河狸对这些新奇的玩具很感兴趣，每天抱着这些玩具搬来搬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可很快这些东西就满足不了她的需求，没想到这天居然从外面叼回来一根大树枝，小河狸如获至宝般的小心翼翼藏了起来，生怕有人发现会抢走似的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姐姐才如梦初醒。河狸本就是动物界的建筑大师，他们修理河坝的功夫那是一流的。在野外生存的河狸白天几乎都在睡觉，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，偷偷去啃咬树枝。它们的两颗门牙如同一把尖锐的斧子，一般并不粗大的树几口就能咬断。没想到这只从小被人类饲养长大的河狸，在没有父母的教育下也喜欢上了树枝，或许对树枝的情有独钟已经深深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。现在小河狸整天去外面收集各种各样的树枝回家，难道他这是打算在人类的房子里修建个水坝吗？果然，当河狸收集到足够多的树枝后，便开始将捡来的树枝挨个拖到门口，将树枝木头整整齐齐摆放在门边。这家伙估计是把门外当成了河流，而门内的场地便属于他的领地。在垒好最后一块木头后，小河狸立即开心的蹦蹦哒哒起来，看得出来他此刻应该感到满满的成就感。忙完后就去小姐姐事先准备好的水盆里泡个澡，回到窝里再搓搓他那日益肥胖的小肚腩。小河狸现在的日子过得虽不精彩，但很舒适惬意。可专家在得知此事后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人类的饲养行为完全剥夺了河狸的自由，建议小姐姐尽快将小河狸放归野外生活，毕竟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园。小姐姐为了锻炼小河狸野外生存的能力，于是在后院专门打造了个野外的居住环境，今后便让小河狸独自生活在这里。刚开始小家伙还有些紧张和害怕，好奇的左瞅瞅右瞧瞧，打量着陌生的环境。可当发现一旁简陋的纸箱后，瞬间愣住了。作为建筑大师的他绝不允许自己的窝这么破旧，于是瞬间打起精神，收集起附近的枯枝树叶，开始专心布置起自己未来的新家。当将足够多的树叶都塞进纸箱里后，小河狸这才心满意足地钻了进去，然后调皮地探出个小脑袋瓜子，似乎已经忘掉要独自生活的烦恼。接下来小河狸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在这里度过，等到他真正适应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后，小姐姐便会让他回到大自然，开启全新的生活。最后祝愿小家伙回归野外后能一直健康平安。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这位小哥在翻开垃圾箱后，竟发现里面有2只可爱的水獭宝宝。发现人类后，他们紧紧靠在一起，还摆出一副不服不忿的模样。可这奶凶的样子却让人觉得有些可爱。小哥实在忍不住上手摸了摸他们的小脑袋，没想到他们还奶凶的叫着，试图吓退小哥。当被小哥抓到手心里后，立即就夹紧双腿，变成一副乖宝宝的模样。这2个家伙还是一公一母，那只体型明显大一圈的是个男孩，而那只体型较小的则是个小女孩，但她脾气却大得很。水獭哥哥被妹妹凶了一下，还委屈巴巴的。之后小哥便将2只小可爱打包带回了家，接着便准备给2个小家伙称个体重。首先拿出体型较大的水獭哥哥，没想到这家伙竟一脸不屑地望着小哥，仿佛在说你什么家庭啊，就敢带我们回家。原来他所有的好脾气都留给了妹妹。小哥简单称了大概有557克，接下来便轮到体型较小的水獭妹妹，而脾气大的他反而却老实的待在小哥手里，搞半天只是个窝里横的选手啊。结果放到秤上显示只有370克，相比水獭哥哥来说明显有些营养不良。为了养活这2只可爱的水獭宝宝，小哥特意去采购了各种各样的工具，接着便开始为水獭宝宝准备第一顿伙食。
只见小哥先是舀了勺奶粉倒进搅拌机，就连冲泡奶粉的水都是用昂贵的瓶装水。接着又抓了把富含营养的宠物粮，放进搅拌机和奶粉一起打碎并搅拌均匀，确保水獭宝宝摄入的食物能够营养均衡。然而到这里还并没有结束，之后小哥将搅拌好的奶水倒进计量杯，又将奶瓶放在克重器上称了一下重量，这才小心翼翼将奶水倒进奶瓶里，直到奶水的重量被控制在26克左右才停下。这是要严格控制好水獭宝宝的食量，避免它们会因为吃多吃少而导致身体不适。最后还细心的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到37度左右。就这样一杯营养丰富的奶昔终于制作完成。不得不说，小哥对他们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，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合格的超级奶爸。接下来便要正式开始投喂水獭的工作。小家伙被捧在手心，害怕的蜷缩成一团，不敢乱动。那无辜的小绵羊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起初小哥还担心他不会用奶瓶，没想到小水獭在尝了第一口后立即激动起来，开始大口大口贪婪地吸吮着奶瓶里的奶水。两只水獭宝宝的投喂工作都非常顺利，这让小哥更加有信心将它们养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水獭兄妹已经褪去了刚来时的胆怯，每天大胆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调皮的不行，并且对小哥的态度由最初的害怕转变成了依赖。只要听到小哥的呼喊，两个小家伙就会屁颠屁颠跑过来。当小哥泡奶的时候，小水獭隔老远就能闻到奶香味，立即迫不及待跑过来催促快点开饭，之后熟练地抱着奶瓶大口大口喝了起来。这天小哥准备带着他们去户外见见世面，许久未接触外界的小水獭刚开始还有些害怕，像个小跟屁虫一样紧紧跟在小哥身后，无论小哥走到哪里，他们就屁颠屁颠跟到哪里，妥妥的变成了两个粘人的小妖精。小哥还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泳池，起初两个小家伙还有些紧张不适应，可没一会儿就熟练的在水里游起了泳，甚至还抱着个皮球玩得不亦乐乎。结束后，小哥会用毛巾贴心的帮他们擦干身体。水獭哥哥见到妹妹先享受，竟然还吃醋了，一个劲的往小哥怀里钻，想要争宠。小哥看到两个小家伙这么爱玩水，隔天就带着他们来到野外的池塘。起初两个小家伙还有些紧张，没想到下一秒水獭妹妹就一个箭步冲入水中，至于水獭哥哥还是小哥哄了半天后才肯下水。之后小哥便带着他们在水中开心的游来游去。当两个小家伙游累了，瞬间变成粘人的嘤嘤怪，趴在小哥身上，在小哥的怀里撒娇卖萌，一人两水獭相处得非常和谐有爱。可专家在得知此事后，却认为小哥的行为太过自私。他表示小哥完全剥夺了水獭该有的自由，毕竟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，建议小哥尽快将两只小水獭放归野外。小哥为了让他们能更好的适应野外生存，于是又利用起之前院子里的简易泳池，还专门去市场买了些小鱼放了进去。可没想到两个小家伙只顾着玩水，并没有发现，对于过惯了饭来张口日子的他们来说，压根就不知道小鱼是食物。最后还是小哥拿着小鱼送到了水獭的嘴边，小水獭这才不情不愿地浅尝了两口。水獭的表现让小哥感到十分担忧，这样以后怎么能独自在野外生存下去呢？于是小哥托朋友找了一块模拟野外环境的场地，决定今后让两只小水獭生活在这里，从而更好地锻炼小家伙独自生存的能力。水獭兄妹似乎也嗅到了离别的气息，齐刷刷地冲到小哥脚下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甚至还咬住了小哥的衣服，似乎在祈求小哥不要丢下他们。尽管小水獭很可怜，但小哥还是决定不能心软，现在的狠心都是为了能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好。之后小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看望他们，小水獭每次都会激动地冲出来迎接小哥的到来。小哥经常会提一桶鱼带来，放进水獭生活的水池里，方便他们练习捕猎技巧，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天赋。一段时间后，小水獭很轻松就能抓到水里的鱼儿。看到这一幕的小哥既欣慰又有些难过，因为他完全不必担心他们回归自然后会无法生存，又对即将到来的离别充满了不舍。两个小家伙虽然从小失去了妈妈，但有幸能遇到善良的小哥，对他们视如己出，也算是种福气。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小哥在野外发现一个被大风刮下来的鸟窝，里面还有着2枚奇怪的蛋蛋，这种稀奇古怪的颜色小哥也是第一次见。起初他在鸟窝附近等待了很久，却迟迟不见鸟父母回来认领这2枚鸟蛋，于是小哥决定将它们带回家孵化出来。他很好奇这种未曾见过的蛋将孵出何种鸟类。然而当小哥将2枚蛋蛋带回家后，并没有直接将它们放进孵化箱中，反而找来了一个造型奇怪的塑料小盒子，并且还特意在上面铺了一层饱满的木屑，接着才将2枚蛋蛋放进去。看到这里，我怎么感觉有些奇怪呢？单靠这点木屑就想为蛋蛋提供温暖也不靠谱啊。那么小哥这种方法真的能将鸟蛋孵化出来吗？接下来小哥的操作却更加的令人疑惑。当他将2枚蛋蛋都用木屑填满后，竟然又给塑料小盒子套上了个漏气的盖子，并且又用胶带一层一层的将盖子包裹起来，直到现在还真正无法搞清楚小哥的真实目的。不过接下来小哥的操作却解开了所有的疑惑。只见他带着塑料小盒子来到鸡窝，找到一只母鸡，原来他竟是想将孵化的任务交给母鸡。既然自己没孵蛋的经验，那么索性就把它交给孵蛋经验丰富的母鸡。这种机智的想法不得不让人感到佩服。
那么母鸡真的会如小哥所想的那样，老老实实接受这2枚突如其来的蛋蛋并孵化吗？而小哥此前已经完全想好了一切，他之所以将蛋蛋包裹得这么严实，就是为了防止母鸡不愿意会踩碎蛋蛋，并且还特意将小盒子放在一圈鸡蛋的中间，又为2枚蛋蛋的安全加了一道保护程序。这样的话，母鸡想要孵化自己蛋的话，就必须要顺带着孵化这2枚鸟蛋。不得不说，小哥真的是太聪明了。为了孵化这2枚鸟蛋，他也算是煞费苦心。在小哥的一番操作下，母鸡接下来的举动也都如小哥所想的那样。只见母鸡一脚踏进窝里，准备继续孵化。也正是有小盒子的保护，鸟蛋才没有被踩碎。不过此时母鸡扭动着身体，显得有些不适应。它似乎能感觉到肚子下面有什么东西硌得慌。不过母鸡最后还是没能察觉到什么不对劲，只是用嘴巴简单调整了一下蛋的位置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后，便正式开启了漫长的孵化工作。那么在母鸡的帮忙下，真的能将这2枚鸟蛋里的小生命孵化出来吗？就这样，小哥强忍着耐心等待了10几天，终于迎来了鸟蛋预计破壳而出的日子。小哥迫不及待拿起盒子查看里面的情况，没想到其中的1枚鸟蛋真的孵化了出来。可由于盒子里的空间太小，幼鸟没办法活动。小哥见状，连忙将它的蛋壳给拨开。为了防止弄伤幼鸟稚嫩的身体，特意找来塑料勺子，小心翼翼将它从盒子里取出来，放进事先准备好的棉花里面取暖。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另1枚鸟蛋却迟迟没有要孵化出来的迹象。或许是因为当时摔在地上的缘故，又或许是这枚鸟蛋里压根就没有孕育小生命。不过好在已经有1只小幼鸟孵化成功，小哥将它放在老母鸡的身前培养感情。看这架势，以后说不准还要让母鸡帮忙带娃。而此时母鸡的脸上则是一脸的茫然，鸡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因为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就生了1只这么小的孩子呢？之后小哥将幼鸟放在手心仔细打量，发现小家伙全身光溜溜，一点绒毛都没有，眼睛虽然还没睁开，但已经可以清晰看到它的眼睛特别的大，这让小哥更加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鸟，已经迫不及待想把它养大看看庐山真面目了。那么这种大眼睛的幼鸟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鸟类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